在冰天雪地里露天泡汤，真的是非常特别的感觉。这一集饭店开箱影片，丹丹要带你到日本东北的借金青去泡汤，让我们一起来考核星野集团旗下温泉旅馆的1泊20到底是什么水准吧。饭店的接驳车会到车站载客，在这冰天雪地里，不用自己想办法叫车，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宛如童话故事里的饭店长什么德性吧。现在跟着我进去借金青的大厅，晚上的时候啊，会在那边表演3味线的节目哦。那个苹果很贵，苹果要3300日币，丢到浴缸里面，它就会有那个香气。对，是不是有人推荐这个苹果汁啊？这就是一吹吗？然后大厅就是这样，大家看一下，现在都没有人了。它这边房间好像只有40间，所以员工应该也没有很多吧？外面可以看到一些雪景，其实真的蛮美的。我们现在拍给大家看一下。来到我们今天订的房间了，这个房型是 Japanese Style TB2， 它很大间，里面有64平方米哦。那我们这边先打开这个空间，很老旧的厕所，好，到这边就好。但住借啊。可以收集这个都会放在浴室啊。每一间戒呢，它的外面这一块布花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把全部的戒都住完的话，可以收集到超多这个布。大家可以干嘛？我也不知道啦，是当垃圾吗？做纪念呢。哦，好。臭脸哥很喜欢收集这种东西啦，他是我们家的我们团队的拾荒专家。然后我想要说一个，在那个大浴池里面啊，其实他们很贴心的提供了一系列他们专属的保养品。那因为这个跟房间的是一模一样，然后那里面是不能带摄影机进去，所以我用房间的替代。它会有这个是洗脸皂、化妆水、乳液、身体乳，提供了一整个很完整的系列。它这边脸部保养、身体保养，通通都帮你准备好了。这部分我觉得星野的温泉饭店目前为止没有让我失望过。那房间的部分也是都提供这样子一整套给你，所以如果说来住星野集团旗下的任何饭店，其实你不太需要烦恼说自己忘记带保养品，他们还是有提供的。这个浴室因为它没有浴缸，所以不用特别仔细介绍了。房间呢，就是一贯的借他们的风格，就是把床垫摆在地板上啦，它没有架高，如果你睡到摔下来也没有问题哦。然后这个房间真的算是借里面比较大的，这边一个超大的沙发区，不要以为房间这样简简单单的就结束咯。这个房间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看一下，打开。这个帐子外面是超漂亮的雪景，外面正在下雪耶，已经结冰住了，好浪漫哦。然后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可以欣赏外面的雪景。然后你如果想要跟雪更靠近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坐在这边，或者是干脆就直接在这边这样欣赏雪。而且这整个庭院啊，就是只有你自己可以享受，真的很爽哎。应该不会有熊吧？没有吧？没有，因为它外面那边有种一排树啊，熊应该进不来吧？我不知道哎，东北有熊吗？我也没尝试。不是都在北海道吗？不知道哎，我们这对话会不会被延上？说我们两个是智障。都有人说九州有熊了，我们不可以笑人家，因为我们也没有多厉害。然后你从房间的电视可以看出，其实这间戒应该算是有一点历史了。这边最厉害的是它的汤有苹果，那因为里面一定是不能进去拍的嘛，但没关系，我们会用资料的照片，然后搭配我们泡完的心得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泡汤喽 ，Go！ 它这边有他们借全日本所有的据点，我一定要把他们全部住完。往这边走，这个真的很漂亮，这边就是他们泡汤的地方了。那男汤女汤我们不能进去看的，可以在这边喝一下饮料。这是什么啊？这是牛蒡茶哎。这冰箱里面是什么？冰棒哎，很棒哎，跟那个一样，街舞岛也有4种口味。等一下出来吃苹果醋哦。好，那我们先进去泡汤喽，里面就不能拍喽。这个大众温泉的规模并不大，但它拥有浮穴洞天的氛围感。为了顽强的在大雪里裸泡，一定要挑选寒流来袭的时候来访哦。晚餐在看得见雪景的餐厅用餐，有黑钻石之称的大间尾鱼是会席料理的主角，搭配当季新鲜食材烹煮而成的美味佳肴，值得细细品尝啊。我们订了标准的会席料理，那如果呢你有钱，也可以再加价5000多，升级成豪华的料理哦。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晚餐的餐厅，这个是菜单，做的很有质感呢，闪闪发亮的纸，这是和纸。我现在非常期待，因为它这个也是套餐式的。据说这边的尾鱼非常好吃。我们首先点了星宇自己不是星野集团自己做的这一支气泡清大人饮料，有气泡，喝起来真的很舒爽，微微的甜味。
然后浓烈的气泡感，非常适合搭日本料理。然后这个是吹田浓远的苹果汁，它里面喝得到果肉纤维。那网络上有看到有人推荐，叫你哥喝喝看，如何？有苹果汁。好的。他说这道汤品是什么？真的鲷鱼哦，把它剥开来吃吃看。那你在吃关东煮关东煮有福袋，现在外面是零下的温度，可以吃到这样的热汤，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外面打灯超美。月光宝盒，每次到星野集团的戒吃他们的套餐，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多宝盒。那它每一个戒呢，会呈现出来的风格都不一样，它会用当地特色的容器。那我现在先来尝尝看他们这边生鱼片的品质如何。这个是鲑鱼，活跳跳。你这样吃看看，推荐大家来住戒系列的饭店，一定要订1博20。那它的餐呢，当然不是说主厨现场即时烹饪出来的，我觉得它可能有一些就是大家事先团队先做好了。可是呢，我觉得整套吃下来还是可以知道它诚意的。所以1博20真的直接定下去。现在来准备要上锅物了，让我们可以吃锅，马虎虎。这鲍鱼好弹牙哦，汤头也很好喝。他会在旁边把所有的食材都介绍一轮，然后帮你把比较困难的东西先煮下去，告诉你大概要煮多久之后他才离开。最后包括干贝啊，像还没有放进去的蔬菜要煮多久，他也都有讲清楚。那我们就随性的吃喽。他们有记得我生日耶，送我这个生日餐的啊 ，Thank you。然后还拍了一个纪念的相本，哇，好用心哦，拍得很好看哎，开心哦。大家如果要庆生的话，到戒吧，还不错。那提前跟他说你生日哦。Hello， 我是丹丹，还没订阅吗？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小铃铛。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现在呢已经泡完汤，吃完晚餐了。你觉得那个汤匙你泡起来感觉如何？没有像七层屋那么滑，但也没有味道。那我刚进去到那个户外池，老实说，我心里是有点小失望的，因为戒它的规模很小，就几十间房而已，所以它的大众池通常都不会很大，所以其实看出去就是他们园林的景。那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湖，上面有飘一些灯笼。那结果后来呢，进到室内泡一下之后，又出去外面泡，就发现天黑了，而且在下超级大雪，哇，那个画面就让我震撼到了。我才发现原来它的美是必须要在这样的状况下才会出现。所以说这家饭店啊，它的大众浴池，我觉得在很多季节可能都没有那么吃香，它唯独就是你要来住的话，你先算算它什么时候会遇到大雪，那你就趁雪季的时候来住，只有在下大雪的时候它才是美的。对，雪会帮它加很多分。然后它泡完汤外面呢有放4种口味的冰棒，也有牛蒡茶跟苹果醋可以喝。对，比一般其他的戒准备的还要丰富一点。对，那优点的部分呢，我觉得房间真的很大，超大。这边就算是最基本的房间，也有51平方米的样子。像我们订这个只是再贵一点点而已，它就有64平方米了，这真的很大哎，10几平空间。晚餐的部分呢，整体来说是很好吃的。对。那算有点小小的失望是最后结尾的部分，它其实就是给你一个锅物哦，然后那菜单上会列很多项，其实它就是锅物的食材。那因为这一次我感冒刚痊愈，所以我没有介绍到很细，所以如果大家之后觉得说这一集节目呢有什么是你觉得我没有介绍到的，或是你还有对什么部分有好奇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啦，我们要去泡汤了。那戒金青呢，算是住完了，因为我们2个呢那时候离开的非常仓促，为了要赶车，遇到大雪，所以提早2个小时就要离开饭店，我们完全来不及入 ending， 所以现在就是在下一家饭店了，然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戒金青的心得。但其实我有点忘记早餐长什么样子，早餐很少，早餐非常的少，但我觉得是好吃的。那它的特色就是它一个贝壳上面会有那个贝类，然后再倒蛋上去，味噌蒸蛋的感觉，蛮好吃的，但蛮有情调的啊。但除此之外，它早餐算是偏简单，可是吃得饱。那一家饭店呢，我觉得因为它不算新，它看起来应该有10几年的历史。它下起超级大雪的时候，真的非常美。因为我想起来，它大众池的设计灵感是雪屋，他们一定会在你看得到的景色的地方打灯，所以真的有一种童话故事的感觉。但是这个大雪的代价就是你隔天会没有车可以搭。对，这是一定，这是伴随而来。因为本来10分钟的火车车程，我们坐巴士坐了40分钟。对啊，是不是要请乐一下？
请留什么？我们那个旅游影片呢、都没什么人看，就拜托大家，如果看到这边的话呢，帮我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是真的要分享啊，请大家多多帮忙了，拜托拜托。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喽，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下次影片继续跟着大家出去玩、吃喝玩乐不打烊，拜拜。拜拜。